选择行李箱的话，我会建议第一个入手款的话，你就选经典的铝框吧。不得不说，铝框真的就是很好看，整体精致度确实升级很多了。如果我在行李转盘上面看到这个行李箱，我真的会忍不住赞叹这一个人也太有眼光了吧。那用拉链的话，确实它可以减少很多的重量，你会有比较多大体积的物品的需求的话，那就会推荐你这个。你看这边有刹车系统，这个尺寸的话也很适合一般国内旅游啊，或者是。我就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不是 Seven， 我是行李箱富翁。之前在介绍出国怎么整理行李的那个影片之后，有很多人跑来私讯我说我的那个行李箱是在哪里买的。我真的觉得很惊喜，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然后会私讯来跟我们聊聊天这样子。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购买新的行李箱有很多的期待，以及会蛮需要有一些建议的。毕竟很多东西在还没用之前是不知道它的优缺点的。关于这点，其实我也很好奇，所以这次就做了各款行李箱的一些整理。这次会介绍1、2、3、4、5款行李箱，都是各有不同的特色。如果问我买行李箱第一个重视的是什么，我觉得一定是外观。因为其实我上一个行李箱是在学校跟人家做团购的，那时候其实款式没有很喜欢，可是因为主打很便宜，时间又很仓促，所以就很冲动的下了这个决定买了行李箱。那时候出国带它的时候都有点提不起劲，之后真的很后悔，因为其实一颗行李箱正常使用的话，可以使用蛮久的。看着它标榜耐用的特性，我心里真的是有点五味杂陈。直到最后它真的坏掉了，我心里是有一点小小开心的。对不起，那颗行李箱它确实陪我很久，不过所以我觉得买行李箱在所有的条件之前，一定要选择你最喜欢的外形，你才会想要把它带出去，不然再耐用都会变成煎熬。好的行李箱真的会让你走在路上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一样。那在换新的行李箱的时候，我就有开始做了一些比较多的功课，最后选择的是经典的铝框造型，就是之前影片上面看到的。我知道铝框款的话，它一定比拉链的重量还会再重一点，但每次在家里看到它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心情很好，会很期待下次带着它要去哪一个国家旅行。所以你刚好在选择行李箱的话，我会建议第一个入手款的话，你就选经典的铝框吧。像这一款，它就是经典的铝色的铝框造型。不得不说，铝框真的就是很好看。它的四周是有做比较圆角的包边造型。这一边的话会有行李的那个扣带，可以让你挂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功能也还蛮重要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复古的款式是这个，它的铝框以及把手是做一个撞色的配色，整体精致度确实升级很多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买经典的话，我会建议买铝色或者是黑色的。英伦款我就会推荐白色的，因为它真的很有质感。如果我在行李转盘上面看到这个行李箱，我真的会忍不住赞叹这一个人也太有眼光了。再来第二个重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功能。如果你是有多颗行李箱，或者是准备想要购买第二颗行李箱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可以着重在功能这一个部分。或者你常出国会带货啊，或者是购买比较多东西的话，都会建议以容量取胜。像这种轻质的，就它的整体比较轻，可以争取一些公斤数。它的外观其实跟经典铝框蛮像的，只是差在它闭锁的方式是用拉链的，这边是用铝框的方式。那用拉链的话，确实它可以减少很多的重量。这一颗的话，它是柠檬黄，我觉得这颜色真的超可爱的，就是整个会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，所以我还蛮推。亲子的话可以带这个颜色。插播一下，大家有追踪我们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赶快来追踪哦！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或者是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谢谢大家！我自己是入手这颗大容量行李箱，因为我对它的结构啊跟一些使用真的很好奇。那我之后使用过后，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。那同时呢，我也很厚脸皮的去问 With Me 可不可以让我做一个各个款式行李箱的
整理分享给大家。美这边也很大方的理解了我提出来要求，然后配合我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才有今天影片的产出，就是很谢谢他们。因为我真的太想要了解各个行李箱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因为大家常常会私讯问我一些行李箱的相关问题。再来的话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个购物狂、购物专家了，然后会购买一些比较大型体积的东西，或者是你不太喜欢你的买的东西要拆箱，因为有时候行李箱不够装的时候会需要拆箱拆解。如果你不想要破坏那个原本包装，因为有的包装真的很精美，要不是不得已，我也不想要拆掉它，所以你会有比较多大体积的物品的需求的话，那就会推荐你这个大容量款。它的话是做3:7的比例，所以你一些比较大的物体的东西，你就可以放在下面7的这一层。它的量体跟一般传统长方形的不一样，一开始会有一点不适应。它也很贴心的有3个把手，就是一般正常上面的把手跟侧边的把手之外，它这边中间还有一个把手，所以你在上下楼梯啊，或者是不同的搬运过程，你就可以看状况去拉是顺手的把手，所以其实还蛮用心的。它旁边的话，这边也都是做有挂钩的功能，在等待的时候，购物袋就可以挂在旁边。然后因为它的结构不同啊，所以它的底层中间这边还加了第5颗轮子，平常都是4颗嘛，因为它这边比较宽一点，所以它这边又加了第5颗轮子，所以不会怕说你的太重的东西放在这边会容易变形、垮掉之类的。而且这一款它是有刹车系统的。你看这边有刹车系统，刹车功能这一个呢，最大的差别就是可能你在移动中的大众交通运输的时候，比如说电车上面的时候，因为它会一直滑来滑去，坐下的时候也不能好好的休息，如果不小心打个瞌睡，它可能就飞去别人的怀抱，有时候尴尬是一回事，最怕的就是在国外可能跟人家有些擦撞，有一些纠纷的话，那就比较不好处理了。所以有刹车系统的话，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，基本上它就是顶规的啦，你的需求它都已经设计进去了。以上这2个的话，就是针对容量需求可以推荐的款式。然后尺寸上来说的话，这一颗是29的经典，然后这一颗是28的胖胖。你可以看，其实29的经典跟28的胖胖，它们2个差不多是同规的，差不多容量的，差1寸。所以如果是我比较常去是9天8夜啊，8天7夜这种的话，我觉得29、28的尺寸都是很适合的容量。再来的话，如果是比较少天数，像是6天5夜、5天4夜这种啊，你就可以选择26的尺寸或24的，你就会玩得比较轻盈一点，就不用说每次走动的时候都带得很重要。这个是26的经典跟24的轻巧款，它们2个都蛮轻的。再来的话，当然就是登机款，登机的话就是20寸的这一个登机的。其实我觉得行李箱的话，29就很差不多了。我之前上一支影片也有分享说，我上一颗行李箱，我之前的另外一颗行李箱是29寸的，然后29寸的其实冬天的衣服，回程的话装满，买完东西塞到满，差不多是顶多25公斤。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已经就是蛮吃力的，所以我觉得最大就是买到29寸啊，也差不多够装了。然后我有看到一些航空公司的规定是30寸的行李箱，它是不收托运都不收，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在买尺寸的时候要稍微注意，不是说买的越大越好，有时候太大有可能会有一些限制，反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第3个是针对手提行李的一个思考点。我上次影片有说到，登机的话就是有可以带3个东西，一个是托运的行李箱，一个是手提行李，不管是布的或者是箱状的都可以，只要符合大小尺寸规格内的手提行李。一个是随身的包包，那手提行李的话就很需要有这种就是随时可以拿取
一些东西的。它一样，它其实会变成双重的锁，它前面这边也可以锁，后面当然就是可以锁。虽然现在很多都是电子化了，可是我还是会习惯把一些凭证的东西用纸本的印出来，以防可能在国外有的时候手机没电啊，或者是有些状况需要用到纸本确认的话，我还是会留着纸本的东西。而且你临时要拿个文件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想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行李箱放倒在地上，然后摊开来，大家都会看到你的行李很尴尬，而且有点狼狈。所以这时候有这种前面掀开式的夹层就很方便。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厚实的一个绒布层，然后它是可以放 iPad 啊或笔电等等的东西都很方便，然后也有一些拉链，里面还有一个小拉链，然后有一个 USB 的线头，你可以连接你的随充放在这个里面。这个功能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随身行李的限定，因为托运行李的话，你的随充是不能托运上机的。有这个功能的好处就是，如果你今天是穿一个没有口袋的衣服，不方便把随身电源放在身上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就是在这边充电就好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个尺寸的话也很适合一般国内旅游啊，或者是搭高铁啊一些商务人士做使用。这个颜色是铁灰色，比较不像黑色这么严肃，但它其实实际看也很有质感。所以如果是随身行李箱的话，或商务人士，我很推荐这一款的这个颜色。说到这个啊，他们行李箱上面都有一个他们小小的 logo， 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很文青、很简洁型的这种感觉，就是 With Me 的一个 logo。所以我其实看到实体之后，真的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行李箱。下次贴贴纸给大家看，我也是贴纸屋，我超爱在行李箱上面贴贴纸的。这几款的表层看起来都可以贴得上，我下次贴完再跟大家讲。大家有追踪我们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赶快来追踪哦！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聊聊天，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还可以透过超级感谢给我们鼓励哦！谢谢大家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去程就只需要托运一颗行李箱。小 paper 交给大家，是经典行李箱，它的内装也很优雅哎，它是全黑的颜色，这里是有做防水的夹层的哎。它的话外面就可以接这个 USB 呢，它一边一样有束带的功能，然后是透视的网格哎。其实它真的就可以完美的盖上的。往下这边有一个小口袋的空间，让你可以放你的充电器。重点是它可以当天出货以及即件自取，可以感受到品管的用心，以及针对每一个商品都很珍惜的企业文化。所以推荐给大家，官网我会放在说明栏。